他说，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只剩下9个月了。他说，当2026年走到尽头，当2027年的春分那一天到来，全人类将要迎来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他接着补上的那一句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毕生只相信实证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忽然开口谈论起遥远星空上的文明？1万多年前那座沉入海底的传奇大陆，又和我们此刻的柴米油盐有什么关系？那一场正在快速逼近的大分化，到底要把我们分成哪2种人？而我们灵魂里那个早已过去的抉择，又是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我们自己做下的？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这位前考古学家亲手指出的线索，一步一步地走进这个横跨了星空、远古与当下的惊人的故事。我必须先提醒你，当你听到最后，你看待这个世界，看待2026年这个夏天之后的每一天的眼光，很可能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特别的主角。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几十年来，他蹲在世界各地的荒野和遗址里，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指甲缝里永远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泥沙。他的世界原本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坚硬的，地层越深，年代就越久远，一切的一切都按照可以反复验证的规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这样一个人的眼睛里，神话就只是神话，传说也只是传说，那不过是古代的人因为无知，因为对天地的恐惧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当不得真的。可是挖着挖着，有一些东西开始悄悄地动摇它了。他在地球上彼此相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古老遗址里，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图案。他在那些根本不可能有过交流的古老民族的传说里，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情节。明明这些文明之间隔着辽阔的大洋，隔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光阴，他们却仿佛约好了一样，仰望着同一片星空，讲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敬畏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其中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一段几乎遍布了全世界的关于一场大洪水的记忆。你知道吗？从西方圣经里那一艘载着万物的方舟，到我们中国古老传说里那一场逼得大禹不得不3过家门而不入，拼了命去治理的滔天洪水，再到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到美洲，到太平洋上一座又一座孤悬海外的小岛，几乎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在他们记忆的最深处保存着一段关于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侥幸活了下来的古老的往事。一场大洪水怎么可能会被地球上这么多素不相识、从未往来的民族共同的记住呢？除非那一场大洪水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除非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记忆最深处，真的沉睡着一段曾经被海水彻底吞没的文明的往事。这位前考古学家的心里开始浮现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念头，他开始怀疑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些神话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会不会其实是一段被我们深深埋葬在记忆最底层的真实发生过的往事。于是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身边所有人都很难理解的转向，他不再只是低着头向下挖掘脚底下的泥土，他开始学着向内也向上去倾听一些他过去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声音。他说他开始接收到来自昴宿星的讯息，请你一定要记住他特别强调的这一点。他说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并不是要你去相信有什么外星人开着闪闪发光的飞碟飞到地球上来搞东搞西，不是的，他真正想做的只有2个字：唤醒。他想唤醒的是沉睡在我们每一个人血脉最深处的那一段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因为他越来越确信一件事，他确信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走到今天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曾经来过这里，我们曾经亲手把一切搞砸过。那么
卯宿星到底是什么？卯宿星人又到底是谁？如果你愿意，在一个没有光害的冬天的夜里，抬起头，朝着金牛座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到一小簇紧紧地挨在一起的蓝悠悠的星星，那就是卯宿星团。西方人习惯叫它七姐妹，天文学家给它的正式编号是梅西耶45。它距离我们大约444光年，是整个夜空里肉眼能够看见的最清晰也最迷人的一群星星。可是真正让人忍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并不是它有多么美丽，而是这样一个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谜团，你知道吗？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卯宿星，而且绝大多数的文明都把它说成是七姐妹、七仙女、七位美丽的姑娘。古希腊人是这么说的，在他们的神话里，这七姐妹是扛着天空的巨神的女儿。远在中美洲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也是这么说的，他们甚至用卯宿星的位置来校准他们神圣的历法。而在地球另一端，那片孤悬海外的大陆上，澳洲的原住民同样是这么说的。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日本，这一簇星星有一个你其实一定听过的名字，日本人把它叫做卯。没错，就是日本那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的名字。如果你仔细地看一看那一个品牌的标志，你会发现上面所画的正是这几颗蓝色的紧紧相依的卯宿之星。在古老的印度，这一簇星星被看成是6位天上的母亲，是他们共同哺育了印度神话当中那一位伟大的战神。而在遥远的北欧，在北美洲一个又一个的原住民部落里，从这一片大陆到那一片大陆，人们也同样世世代代地传唱着关于天上这几位姐妹的古老的故事，仿佛全人类早在文明还没有开始的蛮荒年代，就共同收到了同一封来自这一簇星星的信。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用肉眼抬头去数一数，卯宿星团清清楚楚就只有6颗比较明亮的星。那么传说中消失的第7颗，那位离去的第7位姐妹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大洋洲，这些早在几万年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群，会共同拥有一个关于7姐妹，而且其中有一位悄悄离去的几乎一字不差的传说，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天大的巧合吗？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古老谜团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28星宿当中，卯宿正是西方白虎七宿里的一宿。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的天官书里白纸黑字地写过，卯宿这颗星如果在天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么往往就预示着人间将有刀兵之灾、战乱之祸。你看，在我们最古老的观星传统里，卯宿就和某种重大的影响着天下苍生的变局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有一位神仙，他只要对着那只凶猛的蝎子精引吭高啼几声，就能让对方立刻浑身酥软，现出原形，落荒而逃。这位神仙就叫做卯日星官，而他在天上的本相正是卯宿。他真正的模样是一只威风凛凛、光芒万丈的大公鸡。其实卯宿在我们华夏的古老智慧里还扮演着一个更加实际也更加根本的角色。早在尚书的尧典里就记载着上古的先民是如何抬起头仰观天上的星辰，来确定一年四季，安排农耕作息的。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日短星卯，以正仲冬，意思就是说，当白昼最短的那一段日子，黄昏时分，卯宿这颗星正好高高地挂在南方天空正中央的时候，那就标志着一年当中最寒冷的隆冬正式来临了。你看，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卯宿从来就不只是一颗遥远的星，它是天地运行的一个刻度，是季节更替的一个信号，是上天用来提醒人间该收、该藏、该静下来准备迎接下一个轮回的一支无形的指针。可是最让人玩味的，还在比这些更加古老、更加幽深的地方，在儒家流传下来的一部伪书《论语笔考谶》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件奇事。书里说，曾经有来自卯宿的5位老者从天而降，
向上古的圣王传下了来自上天的启示。你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卯宿这一簇远在444光年之外的星星，竟然在我们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典籍里扮演着一个从天而降，向人间传递最高智慧的神圣的角色。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河图洛书这些被历代视为中华文明源头的神秘到极点的图案符号上，甚至有人大胆地猜测，那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会不会也和某一种来自遥远星空的传讯，有着我们至今都还没能参透的关联？从东方到西方，从蛮荒的原始部落到我们最精深的古老典籍，全人类仿佛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诉说着同一件事。我们和那一簇遥远的星星之间，似乎真的有着某种斩不断的古老的牵连。那么，按照这位前考古学家所接收到的卯宿星讯息的说法，卯宿星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存在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卯宿星人是宇宙创世之初最早诞生的种族之一，他们的振动频率高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存在于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三维世界的极高的维度当中。他们长得高大纤瘦，皮肤白皙，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还有一双美丽的带着淡淡紫罗兰色泽的眼睛。听到紫色的眼睛，你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天生长着一双紫色的眼睛吗？有趣的是，据说就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几百位天生就拥有紫色眼瞳的人，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那位早已成为一代传奇的好莱坞绝世美人。传说她那一双会随着光线的明暗，在紫色与深蓝之间流转变换的眼睛，正是某种来自星空的古老血脉的印记。关于卯宿星人是怎么来到地球的，还流传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毕生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从他的个案口中一点一点还原出来的。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卯宿星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巨大的冲突，对立的两大阵营手里都握着可以在瞬间摧毁整个星球的毁灭性的武器。就在那千钧一发，整个文明都即将同归于尽的时刻，其中一派选择了退让，他们愿意离开故乡，搬到别的星球去生活。于是他们建造了5艘巨大无比的太空飞船，飞船上配备着能够长久运转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载着他们飞向了茫茫的宇宙。据说他们最后降落的地方就在我们地球靠近北极圈的一片土地上。你听出来了吗？这个古老的关于卯宿星人因为一场差点毁灭一切的冲突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故事，是不是隐隐约约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座传奇大陆的命运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相似的影子？当然，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又一个浪漫而遥远的神话，可是这位前考古学家想反问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说，如果这真的只是神话，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全人类会做着同一个梦？为什么分隔在地球各个角落，素未谋面的我们，灵魂深处会藏着同一段记忆？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就要从遥远的天上慢慢地落回到地面上来了，落回到那一座所有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却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过它的传奇的大陆。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最早把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讲给整个世界听的是2000多年前那位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祖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晚年的2部对话录里，他极为认真地描述了一个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那片辽阔大海正中央的强大的岛屿之国。那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国度，整座都城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环构成，陆地与海水交错环绕，越是靠近最中心，身份就越是尊贵，地方就越是神圣。他们拥有当时举世无双的航海技术，他们的疆域曾经横跨欧洲与非洲的大片土地，他们有着数也数不清的金银财宝，有着精巧到让后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建筑。传说他们的神庙屋顶上镀着厚厚的黄金，当海风吹过，当温度变化，那些金色的圆顶竟然会发出和谐动听的仿佛音乐一般的声响。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辉煌到了极点的帝国，最终却因为它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腐化，走向了贪婪。而在大约12000年前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和滔天洪水当中，在短短一个昼夜之间，整个地沉入了茫茫的海底。柏拉图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可是几千年来，又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了一个寓言，当成了柏拉图这位老人家为了讲一个治国的大道理而精心编出来的美丽的童话。但是到了上一个世纪，有一个人让亚特兰蒂斯重新活了过来，这个人就是被后世称为沉睡先知的美国人凯西。据说凯西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深度睡眠的催眠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里看见遥远的过去，看见一个人累生累世的前世今生。在他一生留下的多达上万次的解读记录当中，竟然有好几百次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亚特兰蒂斯。更让人吃惊的是，凯西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他说，那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而它的科技水平甚至比我们今天还要先进。他说，他们拥有能够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工具，拥有能够潜入深海的船只，拥有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电视一样的广播系统，甚至他们还拥有类似于电脑一样的神奇的装置，而支撑起这一整套辉煌到不可思议的科技文明的那个最核心的能源，你猜是什么？是水晶。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水晶。凯西说，亚特兰蒂斯人掌握了一种驾驭水晶能量的惊人的技术。在他们的文明当中，有一块被称为伟大水晶或者火石的巨大无比的晶体，这块水晶能够收集，能够聚焦，并且能够传输来自遥远宇宙深处的能量。这种能量干净、环保，而且强大到没有极限。它可以瞬间点亮整座的城市，可以驱动所有的机器，可以让人们在陆地上、在海洋里，甚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往来穿行。据说，这一块神奇的水晶被安置在一座特别的殿堂的正中央，那座殿堂的顶端可以缓缓地开合，好让水晶能够承接来自天上的源源不绝的能量。它就像是整个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那一颗不停跳动着的心脏，它所聚集起来的那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在透过某种我们今天还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被输送到这一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凯西也一再的反复的警告，他说，这一块水晶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太强大了，强大到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失衡，稍微一点点的误用，就足以酿成无法收拾的滔天的大祸。能力越是巨大，那一份藏在能力背后的可能会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是骇人。而这一个道理，无论是在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还是在我们今天，其实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在那一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最美好的岁月里，整个亚特兰蒂斯是由一个叫做伊织律法的群体所共同引领的。这个伊织律法的群体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的意识境界，他们的内心深深地明白着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万物一体。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天地之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一样，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影响着整体，影响着万物。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他们顺应着宇宙运行的法则，他们活在爱里，活在和谐里，活在一种与天地万物深深相融的状态里。那是我们人类的灵魂曾经攀登上去过的最光明、最壮丽的一座高峰。据说，就在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亚特兰蒂斯人甚至建造起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专门用来疗愈身心的神殿。在那一些神殿当中，他们运用水晶的能量，运用声音的震动，运用光与色彩，来细细地调整一个人身体的频率，来修复病痛，来抚慰心灵。一个人走进去的时候，也许还带着满身的疲惫与创伤，可是当他再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却仿佛已经焕然一新，由内而外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那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医学做梦都还想象不到的，把身体、心灵与整个宇宙的能量彻底融为一体的无比古老的智慧。可是天堂为什么会坠落？这正是这位前考古学家要我们所有人都牢牢记在心里的最关键的一段。凯西说，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流转，随着物质的享受越来越丰盛，亚特兰蒂斯渐渐地分裂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伊之律法，他们始终坚持要用一种神圣的、合乎自然法则的方式去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他们选择的是爱，选择的是合一，选择的是分享。而另外一股力量被称为贝利亚之子，他们的内心所追求的是物质，是享乐，是无止境的权利，是要把一切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于是那一幕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悲剧开始了。那一块原本被用来疗愈病痛，被用来照亮黑夜，被用来造福天下苍生的神圣的水晶，被一步一步地悄悄改变了它的方向。它开始被用来制造武器，它开始被改造成一种可以在瞬间摧毁一切的恐怖的死亡射线。它开始被用来去征服，去威慑，去统治整个世界。而比这还要更加可怕的是另一件事。凯西说，贝利亚之子动用了基因工程的力量，他们刻意地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意志，只能像牲口一样任由他们驱使的奴工。据说这一些被硬生生制造出来的可怜的生命，到了后来，有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模样，他们的身上混杂着一些动物的特征，他们被彻底地当成了纯粹的工具，纯粹的劳动力，日复一日地被奴役着，被驱使着，却从来没有人肯把他们当成一个真正的有尊严的生命来看待。贪婪、欲望、傲慢、自私，就像一场无法控制的瘟疫，在这片曾经无比圣洁的土地上疯狂地蔓延开来。依之律法的人们，因为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因为他们诚实、善良，毫不设防，反而被贝利亚之子用尽了种种阴险的算计，种种精心编织的谎言，一步一步地夺走了对那块伟大水晶的控制权。而当这一股已经强大到完全失控的能量被彻底用在了纯粹自私自利的目的上的时候，整片大陆的能量场再也支撑不住了，它彻底的失衡了。凯西说，接下来就是大地发出了它愤怒的怒吼，是剧烈的一波接着一波的大地震，是骇人听闻的足以撕裂天地的大爆炸，是整个地球的地轴发生了偏移。据说在这一切彻底发生之前，上天其实已经给过了一次又一次充分的警告，也确实有一部分还保持着清醒与良知的亚特兰蒂斯人听从了警告，提前逃离了那片即将沉没的土地。他们有的去了古老的埃及，有的去了遥远的中南美洲的尤加敦半岛，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所背负的记忆，像火种一样带向了世界各地。但是那一片曾经辉煌到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大陆，最终还是一寸一寸地无可挽回的沉没进了那一片吞噬一切的茫茫的大海。凯西还说过一件特别发人深省的事，其实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并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就发生的，在那最终的彻底的沉没到来之前，这一片大陆其实已经先后经历过好几次规模比较小的巨变与崩塌，而每一次的灾难其实都是上天送来的一记沉重的警钟，都是在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提醒着他们，回头吧，改变吧，别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了。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们在灾难刚刚过去之后，伤疤都还没有好，就忘了疼，很快又一头栽回了原来那一条通往毁灭的老路上，直到最后的那一次，再也没有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你看，毁灭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总是在一次又一次被我们亲手忽略掉的警告之后，才终于无声无息地走到我们面前。这个故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它的结局有多么的惨烈，而在于它背后所藏着的那一个冰冷的让人发抖的道理。一个文明，当它的科技力量远远地跑到了它的精神成熟度的前面的时候，当它选择了权力而背弃了爱的时候，
当他选择了分裂而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的时候，那么他就一定会亲手毁掉他自己。这从来都不是一场上天降下的天灾，这是一群人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为自己，也为所有人亲手设计出来的一场彻彻底底的毁灭。而凯西还说了一句比这一切都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话。他说，当年那一些曾经在亚特兰蒂斯辉煌过，也堕落过，最终一起沉入海底的灵魂，如今正一批又一批的重新投生，回到了我们这一个时代。你听懂了吗？这位前考古学家之所以一再强调这是来自昴宿星的最高级别的警告，正是因为那4个沉甸甸的字，悲剧重演。现在就让我们把1万多年前亚特兰蒂斯的那一出剧本和我们此刻正身处其中的2026年一幕一幕的仔仔细细对照一下。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一种让你头皮发麻、后背发凉的惊人的相似。当年他们把那一块神圣的水晶能量变成了足以摧毁整片大陆的死亡射线，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的手里此刻正握着足以把我们整个地球彻底毁灭，还不止一次，而是好几十次的核子武器。我们正在打造的是越来越聪明，聪明到甚至已经开始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自己做出决定的自动化的杀戮武器。当年他们用基因工程制造出了没有自由的奴工，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不但同样的已经站在了可以随意改写生命密码的那一道危险的门槛上，我们甚至还亲手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存在。那些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慧，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你的喜好、揣摩着你的心思、悄悄引导着你每一个选择的演算法。可是这里藏着一个最辛辣也最讽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奴役谁？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低着头，被手里那一块小小的发光的荧幕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当我们被无数的数据喂养着，当我们被无数的讯息推着、搡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其实才正是那一批活在新时代里的心甘情愿甚至浑然不觉的奴工？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因为那一份失控的贪婪，彻底地破坏了他们脚下那一片土地的平衡。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为了无止境的欲望，砍光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我们眼睁睁地让无数的物种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永永远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把天空熏黑，把原本湛蓝的海洋填满了我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垃圾，我们让整个地球的气候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反常。我们是不是也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这一双手，一步一步地摇晃着我们唯一的这一个家园？那一份原本脆弱无比的平衡，其实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转述过来自昴宿星的另外一则警告。那一则警告谈到了一个叫做机器王国的未来。那一则警告说，这个世界正在一分为二，在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一股脑地涌进那一座座巨大的城市，他们把科技变成了一种近乎成瘾的、再也离不开的、赖以为生的东西。他们活在一张由电子讯号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而在另一边是一群已经彻底受够了的人，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回到乡野，回到土地，回到山林，重新和大自然，也和他们自己内在那一个更深沉、更安静、更有灵性的部分连结了起来。一边是拼命的向外，沉迷于那一张看得见的网，另一边是安静的向内，回归于那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好几十年前就已经被说出口的预言，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活生生的一字不差地上演着。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选择了物质，背弃了精神，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把什么供奉在了我们心里的那一座神坛之上？是财富吗？是地位吗？是那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吗？是那一份无论怎么填都永远填不满的欲望吗？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那么今天的我们环顾四周又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深的对立，
是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是一道又一道把人和人、把家庭和家庭、把国家和国家不断的切割开来、撕裂开来的无处不在的分裂。所以这位前考古学家对我们说，看清楚了吗？我们就是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我们带着上一次那一场惨痛失败的记忆，重新投生回到了这里。命运就像一个巨大的、永不停歇的轮回，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那一个一模一样的考场，然后发给了我们一张一模一样的考卷。而这一张考卷上其实只有一道题目，这一次我们会不会做出和上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所谓的最高级别的警告，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万丈悬崖的边上，而这一次留给我们的时间的窗口正在飞快地关上。那么这一场被预言将会在2027年的春分正式到来的终极的大分化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又像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那样，是一场山崩地裂、大陆沉没的物理上的浩劫？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曾经影响了非常多人的说法，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一位毕生都在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他在替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深度的催眠回溯的过程当中，反反复复地听到了一个惊人的讯息。他把这个讯息称为2个地球的分裂。请你一定要注意，他特别的强调，他说这一场分裂并不是物理上的，我们的地球并不会真的裂成2半，它所要分开的不是土地，不是山河，它所要分开的是频率，是震动，是2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他说，我们的地球此时此刻正在不断地提升着它自己的振动频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渐渐地分化出2个地球，一个是旧的地球，它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比较沉重的震动里，在那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彼此的分离。另一个是新的地球，它正在扬升到一个更高的频率，在那里是爱，是合一，是彻底的觉醒。而这里藏着最关键的一点，一个人他究竟会去到哪一个地球，靠的不是你买了一张什么样的船票，也不是你拼命地跑到了地球上哪一个你以为安全的角落躲了起来，靠的是你内在的频率，是你在每一个当下所选择的究竟是爱还是恐惧。那一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振动频率的人，会继续留在旧地球的轨道上，继续去经历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个现实。而那一些能够把自己的心彻底打开，能够把自己的频率真正扬升起来的人，则会随着新的地球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维度。有一些说法把这一场巨大的转变形容成从一个3维的世界进入一个5维的世界。3维的世界是被分离和恐惧所主导的，而5维的世界是被合一和爱所主导的。据说正是为了协助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有许许多多原本来自更高次元的光的灵魂，自愿地选择投生到了我们这一个最动荡也最关键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志愿者。关于这些志愿者，还有一个更加细致的说法，据说他们是分成3大波，陆陆续续来到地球的。最早的那一波，如今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他们往往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最不能忍受这个世界上的暴力、欺骗与种种的丑陋。他们打从心底感到困惑，他们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这样彼此地伤害，彼此地算计。在他们的心里，最常涌起的是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家究竟在哪里。据说这第一波的人，这一生往往走得最辛苦，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前来探路的，他们要在这一片沉重的土地上亲手为后面的人硬生生地趟出一条路来。而第二波的志愿者则要安静得多，他们不太需要去做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据说他们光是安安静静地存在在那里，就已经像一座座沉默的灯塔，像一根根伸向天空的天线，在默默地向着四周散发着一种疗愈的、安定人心的能量。他们常常更喜欢独处，不太爱去凑那些热闹。可是说也奇怪，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周围的人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心与平静。至于第3波，那就是这些年来
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新的孩子，据说他们从一出生开始，身上所携带着的能量就已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仿佛天生就带着新地球的密码而来，他们是为了那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提前准备好，提前送来的最新的一批种子。我想在这里轻轻地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你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你看着周遭的那些暴力，那些丑陋，那些冷漠，那些算计，会打从心底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你会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愁，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可是你又根本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你魂牵梦萦的家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也许这并不是因为你太敏感、太脆弱、太不合群，也许这恰恰是因为你正是那一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自愿赶来的光的灵魂其中的一个。其实，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场关于人类即将迎来巨大转变的讯息，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说法独家的专利。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古老的民族，仿佛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同一个关于转变、关于分化、关于一个旧世界的结束与一个新世界的开始的古老的预言。在北美洲，古老的霍皮族世世代代地流传着一个关于进化之日的预言。他们说，我们如今所身处的这一个世界已经是第4个世界了，而在我们之前的那3个世界，全都因为人类的堕落，因为人类忘记了自己与天地之间的那一份和谐，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彻底毁灭掉了。他们说，当进化之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些守住了自己的内心，守住了与大自然之间连结的人，将会跟随着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第5个世界。在中美洲创造出了精密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历法的玛雅人，同样相信我们正活在一个又一个太阳纪的轮回当中，每一个太阳纪的结束都伴随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然后一个全新的纪元又会紧接着重新展开。而在古老的东方，印度的智者们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往复的车轮。他们说，我们如今正活在一个被称为末法的最为黑暗、道德也最为沦丧的年代里。可是他们也同样的说，每当黑暗到达了极致，当这一个漫长的循环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全新的光明的黄金时代就一定会重新降临。你看，从美洲的原住民到玛雅的祭司，再到古老东方的智慧，他们明明素未谋面，明明彼此相隔万里，却仿佛都在异口同声地向着今天的我们传递着同一个讯息：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走向它的终点，而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悄悄地酝酿着它的诞生。那么，这一切为什么偏偏会是2027年的春分？春分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在那一天，太阳刚好直射在地球的赤道上，于是在那一天，全世界的白昼与黑夜几乎完完全全相等，光明与黑暗在那一个瞬间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平衡。它就像是一道宇宙的门槛，又像是一架天平归于零点的那一个最微妙的支点。这位前考古学家说，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将会是这一场大分化变得再也无法回头的那一个临界点。在那一天之前，2条时间线都还只是在悄悄的、缓缓的分叉，而在那一天之后，这2条时间线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朝着2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彻底的分开。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了。你会想，既然这么重要的、这么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那么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赶得上那一班开往新地球的列车？可是，还记得吗？这位前考古学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最奇怪也最让人心里发毛的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
所谓的抉择，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你会在日历上郑重其事地圈起来的未来的某一天，你才会去做的一个决定。真正的抉择是你的灵魂。在过去那无数个平凡得再也平凡不过的日子里，在每一个微不足道，甚至你自己都根本不会去留意的小小的瞬间里，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累积出来的那一个总的方向。当你面对一件事，你选择的是爱还是恐惧？当你面对一个人，你选择的是连结还是切割？当你面对一个诱惑，你选择的是分享还是贪婪？当你面对一个比你弱小的生命，你选择的是慈悲还是践踏？这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转眼就忘的选择，他们每一个，其实都是你在为你自己灵魂的频率悄悄地投下的一票。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一个决定你命运的最终的抉择，其实早就已经在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活法里头，被你自己亲手做下了。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不过是这一个公正无比的宇宙，按照你早就已经做下的那一个选择，把每一个人轻轻地安放到他真正该去的那一个地方而已。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一沉，甚至涌起一丝丝的绝望？别急，因为这一个故事最温柔、最慈悲的地方，恰恰就藏在这里。是的，那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早就已经在你过去的生命里渐渐地定了型。可是你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手上此刻还握着整整9个月的时间，那一扇门还没有完全关上。在这最后的9个月里，你依然有机会去重新确认，甚至去亲手改写你自己的方向。你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所做下的每一个有意识的、清醒的选择，它的分量都比过去任何时候要重得太多太多。过去也许你是在浑浑噩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投下了你的票，但是从现在，从你听懂了这一切的这一刻开始，你手里的每一票都将是你睁大了双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下的。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恩典。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位前考古学家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非常朴素，他一点也不玄虚。第一，把恐惧放下。据说恐惧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低、最沉重的东西，它会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把你按在那一个旧地球的轨道上。而爱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高、最轻盈的东西。所以请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可以选择的当下，去选择爱，而不是恐惧；去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去选择温柔，而不是冷漠。第二，学着放下，放下那一些压在你心头许多许多年的怨恨，放下那一些正在一点一点拖垮你的习惯，放下那一些其实早就应该说再见的执着。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条把你紧紧地绑在那一个旧地球上的沉重的铁锚。第三，回到简单，回到自然，从那一张看不见尽头的由银幕和讯息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偶尔走出来，去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去摸一摸路边的树木，去静下心，听一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第四，去服务，去付出，去爱人。因为当你真心实意地为别人付出的那一个瞬间，你正在重新记起那一个被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彻底遗忘了的最古老也最珍贵的真理：万物一体。他还特别地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天大的事情夺走了你内在的那一份平静。经济的起起伏伏，政治的吵吵闹闹，新闻里每一天都在上演的种种混乱与不安，在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面前，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层又一层的幻象而已。你不需要去拉着每一个人都和你一起走，你也根本拉不动。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盏灯好好的点亮。那一些真正准备好了的人，自然会循着你的光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也许你会问，凭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再平凡不过的人，我内心那一点点微弱的光，难道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吗？这位前考古学家会这样回答你，你还记得吗？哪怕只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它的光虽然微弱，却足以在最深最浓的黑暗里被千里之外的眼睛一眼看见。你内在的每一次转变，你每一次选择了爱而不是恐惧，你每一次选择了宽恕而不是怨恨，其实
都在悄悄地提升着我们整个地球的震动。你以为你只不过是在改变你自己一个人，可是事实上，你正在参与着的是一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无比宏大的工程。朋友，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再一次回到那一个画面。1万多年前，我们曾经站在一片金光灿烂的大陆之上，我们拥有过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切，最先进的科技，最丰饶的财富，最接近神的力量。可是就在那一个最关键的路口，我们选错了。我们选择了权力，我们选择了贪婪，我们选择了彼此的分裂，然后我们就眼睁睁地亲眼看着那一切，连同我们自己一起沉入了那一片冰冷黑暗的大海。而现在1万多年过去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考题又一次静静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天上那7位姐妹，那一簇从古希腊到玛雅，从澳洲的原住民，一直到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几千年几万年，从来没有停止过默默守望着我们的卯宿之星。据说正在透过这样一位最不可能的，曾经只相信泥土和骨头的前考古学家，赶在那一扇门彻底关上之前，给我们送来最后一次的提醒。倒数9个月，2027年的春分，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这位前考古学家说，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一切会不会到来，真正的问题是，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你会在哪一个地球上睁开你的双眼？而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此刻正在你自己内心最安静的那一个角落里，悄悄地成型。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悄悄伸进人类的大脑，有人不靠任何机器，凭着一个念头就能让密封玻璃罩里的物体移动。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飘离地面，飞过整座教堂。有人坐在没有窗户的密室里，却能准确说出几千公里外一座军事基地内部吊车与飞弹发射井的位置。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最近这几年，一种能直接读取你脑中念头，把你还没说出口的想法变成文字的技术，已经悄悄走出实验室。当一群顶尖学者开始用黑暗力量、思想入侵、认知自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一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思想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去看看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却无法被科学完整解释的怪事。今天这集我们会一层一层往下挖，从会飞的修士到能停住心脏的家庭主妇，从中情局养了20多年的通灵间谍，到席卷全球榜首的读心播客，一直挖到如今实验室里那台能把脑袋变成打字机的机器。我提醒你，越往后看会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你会慢慢发现，那个传说中的黑暗力量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鬼神，而是一种我们亲手造出来却已经快要控制不住的东西。这集会比较长，也比较烧脑，但我保证看完之后，你看待自己这颗脑袋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先从悬浮说起。在所有超自然现象里，一个大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飘起来，是最难造假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种。毕竟移动一根火柴，你还可以怀疑藏了细线，可一个成年人整个飞上半空，又该怎么解释？而在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案例发生在一位修士身上，他叫古柏蒂诺的约瑟，出生于1603年的意大利南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小时候被认为又笨又怪，常常张着嘴发呆出神，连被送去当鞋匠学徒都做不好，街坊邻居干脆就叫他笨蛋。可就是这个被所有人看扁的年轻人，后来成了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圣人，连太空人和飞行员的主保圣人都是他。根据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约瑟在做弥撒，在祷告，甚至在和人吃饭，手里还端着盘子的时候，会突然整个人腾空而起，悬在半空，有时候停留好几分钟才缓缓落下。最夸张的一次是在一场纪念圣方济各的游行里，他当着一大群人的面突然发出一声叫喊，飞上了天空，盘旋在人群头顶。等他回过神来，竟然羞愧地逃回母亲家里躲了起来。
还有一次，几个工人正费力地想把一座沉重的十字架立进底座，怎么也立不起来。约瑟竟然飘了过去，轻轻松松把十字架搬起来，放进了底座。在教堂里，在餐厅里，无数人亲眼看着他从地上升起。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中世纪的乡野传说，添油加醋而已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为约瑟的飞行作证的不是几个无名小卒，而是上百位身份显赫、有名有姓的人，包括贵族、主教、外国来的王公。有人统计过，关于他的宣誓证词和书面记录大约有150份，而且很多都发生在大白天。在众人面前，研究早期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卡洛斯·艾里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些记录。他的结论是，这些飞行的描述太极端，发生的场合又太公开，几乎不可能是魔术道具或集体歇斯底里造成的。作证的人地位那么高，数量那么多，让这些证词显得格外可信。当然，身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最后只能诚实地说，这些证词看起来是真的，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飞起来，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能回答的范围。更有意思的是，教会对约瑟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飞行的名声后来推动他在1767年被封为圣人；另一方面，他的上司其实很头疼，甚至责备过他，因为一个人随时随地会飞，实在太难管，也太招摇了。约瑟自己也觉得羞愧，他把自己这具不受控制、动不动就要往天上飘的身体自嘲地叫做那头驴子，还用苦修和折磨肉体的方式来惩罚他。你想想，一个能飞的人却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甚至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个细节本身就比任何传说都要奇怪。如果是造假，他何苦要对自己的招牌绝活如此抗拒？如果说约瑟是宗教时代的代表，那么到了科学昌明的19世纪，又出现了一位几乎可以和他并列的人物——苏格兰通灵师丹尼尔·霍姆。活跃于1833年到1886年之间。和躲在教堂里的修士不同，霍姆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在众人围观的降神会上表演漂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据说他漂浮了100多次，而且很多次是在光线充足、有多位可靠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房间。最有名的一幕发生在1868年的伦敦。据在场者描述，霍姆从3楼的一扇窗户飘了出去，悬在半空，又从另一扇窗户飘了回来。霍姆一生最让怀疑论者抓狂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被当场抓到作弊。许多科学家试图揭穿他，最后却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当时最顶尖的化学家之一克鲁克斯曾经用各种仪器测试过他，记录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让克鲁克斯本人付出了不小的名誉代价。当然，后世的研究者并不买账。霍姆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彼得·拉蒙特在仔细研究了一辈子的资料之后，最后给出的看法是，霍姆是个骗子，只不过他的手法到今天都还没有人能完整解释。你看，这句话本身就充满张力。一个被认定的骗子，他的把戏却无法被破解。这正是整个灵媒时代留给我们最吊诡的遗产。其中最有名的一组测试发生在1871年。克鲁克斯把一架手风琴放进一个特制的铜丝笼子里，霍姆只用一只手碰着琴的一端，而那只手始终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据克鲁克斯记录，笼子里的手风琴竟然自己拉动，奏出了曲调。在另一组实验里，克鲁克斯用精密的弹簧秤去测量一块木板，霍姆只把指尖轻轻搭在木板的一端，秤上显示的重量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向下压。要知道，克鲁克斯当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的大科学家。他坚持把这些观察发表出来，结果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同行的嘲笑和孤立。直到今天，人们也说不清，他到底是被一个天才骗子彻底愚弄了，还是真的撞见了某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一流的科学家赌上自己的名声，也要说这是真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沉思。其实在霍姆的时代前后，类似的灵媒一抓一大把，比如那位以掀桌子、
让物体在半空中漂浮闻名的女灵媒帕拉迪诺，也曾让不少科学家半信半疑。但他和大多数同行一样，最终都被怀疑论者和科学家逐一抓到了造假的破绽。除了西方，在东方的藏传佛教古老典籍里，也有不少关于修行者在深度禅定中悬浮的记载，描述僧人进入极深的专注状态后，仿佛可以暂时摆脱地心引力，安静地漂浮在离地数尺的地方。现代的怀疑论者当然会立刻提醒你，街头魔术师那种看似漂浮的把戏，其实只是一种利用视角错位的小技巧。网络上到处都是教学影片，看完你也能表演，所以问题就变得很尖锐。那些几百年前的飞行记录，会不会也只是同一类骗术？只是当时的人不懂门道。面对这个问题，科学家其实也有过大胆的猜想，有人甚至认真讨论过，这些人会不会是无意间操控了我们身体内部那种极其微弱、连接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像调光开关一样，短暂地抵消了一部分重力。他们甚至联想到圣经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怀疑那会不会也不是纯粹的神迹，而是一种关于人类心智潜能的隐喻。这些猜想听起来很离谱，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连严肃的研究者都不敢轻易把这些记录全部当成谎言一笔勾销。悬浮还只是让人惊讶，接下来这位主角则直接让2个超级大国都紧张了起来。他叫妮娜·库拉金娜，出生于1926年的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他不是什么神秘教派的人物，而是一位参加过2战、当过坦克部队成员的家庭主妇。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苏联妇女，却在冷战期间掀起了一场横跨美苏的通灵军备竞赛。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据说库拉金娜某天在家里无意间发现自己只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就能让信封之类的小东西移动。她形容那种感觉是体内升起一股灼热，沿着脊椎往上爬，然后延伸到身体之外。在一个无神论主导、公开排斥一切神秘主义的苏联社会里，研究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冒风险的，但他的能力实在太引人注目。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超过25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包括苏联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都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研究过它。为了排除藏线和磁铁的可能，科学家把要移动的物体罩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甚至放进真空中。结果很有意思，在密封玻璃罩下，它依然能让物体移动。唯独在真空里，他什么也做不到，仿佛他操控的那股力量需要某种介质才能传递。1968年，一些拍摄他移动火柴棒、拨动指南针磁针的影片，被西方研究者偷偷带出了苏联。画面里，他有时用手势，有时只靠眼神死死盯着，物体就开始挪动。据报道，他甚至能改变雷射光的路径，能把浸在盐水里的鸡蛋、蛋黄和蛋白分开。但真正让全世界倒吸一口凉气的是1970年的一场实验。在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医学机构里，库拉金娜据说只用意念就让一颗刚刚取出泡在能维持跳动溶液里的青蛙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场的苏联医生用电极监测着心跳，整个过程花了7分钟，而他自己的心率在这期间急剧飙升，光是准备就花了20分钟。接着他又试图反过来加快房间里一位对他充满怀疑的医生的心跳。2个人都接上了心电图机，一个能用意念停住心脏又能拨快心脏的人，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行走的武器。这种能力对他的身体是巨大的折磨。医学检查显示，他在展示这些能力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脉搏一度高到每分钟200下，体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血糖也会紊乱。一位英国研究者赫伯特曾经报告，当库拉金娜用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灼痛，手臂上出现了一个烧伤的痕迹，整整8天才愈合。正是这些从铁幕后面流出来的影片和报告，让美国坐不住了。一位后来投奔西方的捷克生化学家还曾透露，苏联的通灵实验室正在试图把这种能力武器化。美国于是发起了一项联合情报评估，专门研究他们所谓的苏联精神能量威胁。经过2年研究得出的报告认为，苏联正在发展通过某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控制或操纵人类行为的方法，
而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投入极其庞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美国自己的通灵计划被正式推上了台面。当然，我们必须非常公平地说，怀疑论者对库拉金娜的指控同样从来没有停过。从一开始，最早邀请他进实验室的那位老教授的年轻助手们就坚信他是用看不见的细线在愚弄这位轻信的老人。后来校方甚至下令停止实验，批评者一直认为他可能藏了磁铁和细线，那些灼热和烧伤也可能来自他自己悄悄藏着的东西。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虽然苏联内部对他做了大量研究，但在他那些受监督的实验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能在排除一切感官线索和作弊可能的严格条件下重复出他那种违反物理定律的效果。西方研究者来访时也注意到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他明明能让一个方块移动，却无法影响旁边的骰子。换句话说，他到底是真有异能，还是一个极其高明又愿意忍受痛苦来维持表演的骗子？这个问题在他1990年去世之后依然没有答案。如果说悬浮和巨力还停留在表演和展示的层面，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直接动用了国家机器，花的是真金白银。我们前面说过，被库拉金娜吓到的美国启动了自己的通灵计划。这个计划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代号，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星门。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95年被解密。美国的情报机构联合了著名的史丹佛研究院，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里花了20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纳税人的钱，认真研究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什么是遥视？简单说，就是让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在完全不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只靠一组坐标或者一个密封的信封，就用心灵去看见远方的某个地点、某个物体，甚至某个事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解密文件里的一些案例至今让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个计划的成果曾被用来寻找被绑架的儿童，定位敌方的潜艇，甚至追踪一些逃亡的人物。这个计划的起点其实比正式立项还要早。早在1970年代初，史丹佛研究院的2位物理学家就开始私下测试一些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其中包括一位后来举世闻名能让钥匙和汤匙在镜头前弯曲的表演者。他们设计了一套叫做坐标遥视的方法，让受试者仅凭经纬度去描述远方的地点，据说准确的惊人。这些早期成果正是说服军方和情报机构掏钱的关键。在这个计划漫长的历史里，还流传着一些被反复提起的所谓战绩。比如有一次，一架在非洲坠毁、搭载敏感设备的军机遍寻不获，据说一位遥视者给出了大致方位，最后帮忙缩小了搜索范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都公开提起过这件事。更传奇的是，一位主管陆军情报的高层将领本人就是坚定的相信者，他甚至认真尝试过用意念穿墙，结果只是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还成了一部知名电影的灵感来源。他们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冷战焦虑下的夸大，至今众说纷纭。最著名的遥视者之一是一位前警察，叫普莱斯。在一次有完整记录的任务里，他被要求远程侦察西伯利亚一处秘密的苏联设施。他不仅描述了建筑的物理布局和功能，还准确说出了里面吊车、发射井和安全警戒线的位置。画出的草图后来和实际情报被认为有不少吻合之处。还有一个受访者更夸张，据解密文件记载，他在扫描苏联境内一个无线电监听站时，竟然报出了精确到秒的经纬度坐标，接着描述了那个地点周围的地形，海拔大约6000多英尺，灌木丛、冻土地面的隆起、岩石的露头，以及坡度颇陡的山脉。这种精确度是巧合还是真的看见了？而星门计划里最离奇的一场任务发生在1984年，一位被称为遥视者001的退役军人乔麦克莫尼格尔接到的任务是去看一个坐标以及一个时间大约100万年前的火星。他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个坐标指的是哪里，更不知道时间设定。结果他描述出了高大的结构，类似金字塔的建筑，沙尘暴一样的天气，甚至还有他认为住在地下濒临绝境的某种高大生命。
在这个计划的后期，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任务，比如有遥视者被要求去寻找传说中的约柜，据说他画出的草图竟然和圣经里的描述惊人的吻合，描述出一个用木头、黄金和白银做成，形状像棺材，上面装饰着天使般造型，被藏在中东某个潮湿黑暗地下的容器，附近还有圆顶建筑，以及说着某种语言、穿白袍的人。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简直神了？先别急，我们同样要把另一面讲清楚，这也是这集最重要的态度。星门计划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它是在1995年被中情局自己组织的一次外部审查之后正式关闭的。审查请来了不知情的外部行为科学家来评估，结论非常冷酷。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姚氏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一条能让情报部门真正拿去采取行动的可靠又准确的情报。那些听起来很准的案例，往往是事后从一大堆描述里挑出来的，而大量不准、模糊、互相矛盾的描述则被人们选择性的忽略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记忆。所以对于姚氏，今天主流科学界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耗费巨大，最终被认定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项目。它既留下了一堆让人浮想联翩的解密档案，也留下了一个冷静的教训。人类太容易记住那些碰巧说中的部分，又太容易忘掉那些说错的部分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聊的还都是过去的故事，是传说，是冷战，是已经被关闭的计划。你大可以松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奇谈，和今天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接下来，我要把话题转到当下，转到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我必须提醒你，真正的思想入侵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而且这一次它是真的。有同行评审的论文，有上市的产品，有正在被通过的法律。我们先看一段更黑暗的历史。早在1953年，美国中情局就启动了一项极度机密的精神控制计划，试图用药物、催眠和各种手段操控人的心智。这段历史后来部分解密，震惊了整个社会。也是在同一段时期，苏联被发现用微波长期照射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信号事件。它直接催生了美方一个研究微波对生物和行为影响的潘朵拉计划。后来人们发现，苏联当时的真正目的可能是电子干扰和窃听，而不是控制心智。但那种被看不见的射线笼罩的恐惧已经种下了。1961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弗雷第一个发表论文，证明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短脉冲的无线电波能让被照射的人在脑袋里听到咔嗒声和嗡嗡声，这后来被称为微波听觉效应。到了1973年，一位叫夏普的研究者，据说在一所陆军研究机构里成功地把词语直接以调制过的微波传进了自己的脑袋。到了2002年，美国空军甚至为这样一种技术申请了专利，描述一种能把声音绕过耳朵直接送进人脑的装置。正是这些真实存在的研究，加上那项精神控制计划的阴影，催生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现象。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坚信，有人正在用无线电波把声音和念头塞进他们的脑子，逼他们做事。他们把这种技术叫做脑对脑传输。对此，我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主流医学和心理学界的看法是，这些自述被攻击的人，绝大多数其实是在经历一种未被诊断出来的状况，比如幻听或妄想。那些声音来自他们自己的大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射线。微波听觉效应确实存在，但它和那种能往你脑中持续灌输完整语句，甚至远程操控你行为的科幻武器，完全是两回事。把一个真实但极其有限的物理现象夸大成无所不能的精神控制机器，正是恐惧最喜欢走的那条路。包括近年来被热议的一些外交官出现的不明症状，至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那就是某种定向能武器在攻击大脑。所以对这类说法，我们既不全盘否定背后的物理基础，也绝不轻信那些被无限放大的阴谋版本。可是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就在人们以为读心只是患者的幻觉，只是冷战遗留的都市传说时，真正的读心术却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严谨的
戴着白手套的神经科学实验室。202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套他们称为语义解码器的人工智慧系统。它能做什么？它能把一个人大脑的活动转换成连续不断的文字。受试者只要躺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机器里听一个故事，或者仅仅在心里默默地想象自己在讲一个故事，这台机器就能解读出他脑中内容的大意，输出成一段文字。注意，他读出来的不是一字一句的逐字稿，而是意思是你正在想的那件事的大概轮廓。它不需要在头颅里植入任何电极，是完全非侵入式的。它背后用的正是和那些大型聊天机器人同源的人工智慧模型。这套技术原本的善意目的是帮助那些中风或渐冻症患者，虽然意识清醒，却无法开口说话的人，重新与世界沟通。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过去要想精确地读取大脑，往往得动手术，把电极植入颅骨内部。这类侵入式的技术虽然精准，却有很高的门槛和风险，愿意接受的人也少。而这套系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完全不用开刀，只靠在体外扫描就能读出意义。这意味着读心这件事的门槛正在被大幅拉低。曾经你的念头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在不切开你脑袋的前提下看见它。这是一道由生理结构提供的天然的防火墙。可是当机器隔着厚厚的头骨就能勾勒出你心中所想的轮廓时，这道天然的防线就出现了一道细小却致命的裂缝。研究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在公布成果的同时也反复强调，必须在技术真正成熟之前，就先把保护心灵隐私的规则建立起来，否则一旦失控，后果将无法挽回。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把念头变成文字，另一条研究路线正在尝试把大脑看到的画面直接重建出来。研究者让受试者观看一张张图片或一段段影片，再用人工智慧去分析他们大脑视觉区的活动，竟然能还原出一幅幅模糊却可以辨认的影像，重建出受试者刚刚看过的东西。更有团队把这套思路用在睡眠和回忆上，试图一窥人在梦境或想象中看见的景象。把这些研究线索拼在一起，一个从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图景正在慢慢成型。未来某一天，你脑中的文字，你眼前的画面，甚至你梦里的场景，理论上都可能被外部的仪器读取，并转译成别人看得懂的形式。当然，现阶段这些技术都还很粗糙，需要受试者长时间躺着配合，离随时随地偷读一个陌生人的脑袋还很远很远。但科技进步的速度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这也正是为什么全世界最清醒的一批学者要赶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就先把警钟敲响。你可能会觉得这还不够准，还需要训练很久，每个人都得重新校准，所以离真正的读心还很远。那么2025年的进展会让你更不安。同一个团队在这一年发表了改进版，新的方法甚至能适用于那些无法正常理解语言的人，而且训练时间从过去的很多小时大幅缩短到大约1个小时。受试者只要躺着看一段没有声音的卡通短片，系统就能快速适应这个全新的大脑。换句话说，那道原本需要长时间个人化训练的高墙正在被一点一点推倒。更让人震撼的是，2025年，日本的研究者公布了一种被称为脑中字幕的技术。它不再依赖大脑的语言区，而是直接解读大脑视觉区和联想区里编码着意义的那部分活动，然后用深度学习模型把这些活动变成一句句通顺的描述。也就是说，你正在看什么画面，甚至你闭上眼睛正在回忆什么画面，这台机器都有可能读出来，再用文字把它写成句子。研究者把它称为一种把意义画成地图，而不是模仿说话的全新解码方式。请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几百年前那位飞行修士想要证明的，那位苏联主妇用念头停住心脏想要展示的，那些通灵间谍试图隔空看见的，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的心灵是不是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存在？在脑袋这层颅骨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进得来又出得去？而现在，人类第一次
真的有办法把手伸进别人的脑袋里了，只不过伸进来的不是鬼神，不是异能者，而是一台机器，一套演算法。连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论文里反复强调，随着这类技术变强，关于心灵隐私的伦理保障将变得极其关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也许你开始有点怀疑，那些古老的超能力会不会其实一直都是真的，只是被科学傲慢地忽略了。正好就在最近，这个问题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全世界。2024年，一档叫做心电感应录音带的播客悄然上线。它的主题很大胆，声称一些重度自闭、无法说话的孩子竟然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能够读出父母和老师心里默念的词语，能说出藏在背后的卡牌花色，甚至能读出母亲正在默读的一本书里的字句。这档节目的数据才是最惊人的部分。它在2025年初一路冲上了美国和英国播客排行榜的顶端，一度把长期霸榜的那档超级热门访谈节目都挤了下去，至今仍稳居前列。据信已经有数百万人听过他那些令人屏息的内容。为什么一档讲超能力的节目能红成这样？有人说，这反映了某种后疫情时代的集体心境，人们对主流科学说法的信任在动摇，对神秘和超验的东西越来越开放。但是我同样要把科学界严厉的另一面原原本本讲给你听，这非常重要。这档节目受到了大量专业人士的猛烈批评，核心问题在于它所依赖的测试方法是一种早已被广泛质疑，名叫辅助沟通的技术。在这种方法里，一位辅助者会扶着自闭孩子的手或手臂，协助他在字母板上选字。问题是，大量已发表的研究显示，真正决定打出什么字的，往往是那位辅助者本人，而不是孩子。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引导。美国的言语语言听力协会明确建议不要使用这类方法，认为它剥夺了当事人独立沟通的权利。批评者直言，这档节目把未经严格验证的东西包装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换句话说，那些看似读心的奇迹很可能只是辅助者在无意间把自己脑中的答案借孩子的手打了出来。所以对待这档现象级的节目，我们既要理解它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也要守住那条最基本的底线，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不过这档节目的爆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讯号。它之所以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数百万人，靠的不只是猎奇，更是它触碰到了许多父母内心最深的渴望。那些有着无法说话的孩子的家庭，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太想相信在那道沉默的墙后面住着一个完整、丰富、能爱能懂的灵魂。这份渴望是如此真实，如此动人，以至于人们愿意暂时把怀疑放在一边。这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关于心灵和读心的故事总能一次又一次抓住人类的心。因为在最底层，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脑袋里，都渴望被另一个人真正的、完全的理解，渴望那种心意相通，不必开口就能彼此明白的连结。心电感应之所以是人类最古老的幻想之一，正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终极的、不再孤独的可能。而这份渴望有多强烈，当有一天技术真的能窥探内心时，我们可能就有多么措手不及。说到证据，这就要提到一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辩论。为了严格检验心电感应到底存不存在，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叫做全浴场的实验。简单说，就是把接收者放进一种轻度的感官隔离状态，眼睛蒙上柔光，耳朵听着白噪音，让大脑处在一种放空的背景里，然后让另一个房间里的发送者努力把一张图片的内容用意念传给他，最后让接收者从4张图里选出刚才被传送的那一张。这个实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在纯粹靠运气的情况下，接收者猜中的几率应该是1/4，也就是 25%。 但是把几十年来大量的全浴场实验汇总起来分析，接收者的命中率稳定地停在 32% 左右，明显高于碰运气。著名的支持者迪恩·雷丁曾经把这种偏差算到极致，宣称命中率高到让这一切纯属偶然的几率是上万亿分之一。另一位心理学家贝姆
更是把相关的研究发表到了主流的顶尖心理学期刊上，引发轩然大波。因为那意味着一群完全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主流心理学家第一次正面看到了这些数据。但是请务必记住故事的另一半，怀疑论者的火力同样猛烈。心理学家布莱克莫尔年轻时曾满怀期待地拿到资助，跑去一位以实验结果惊人著称的研究者实验室学习，本想偷师，结果却亲眼发现对方在实验中故意违反自己设定的规则，几乎可以确定是在作弊。这让他从一个热忱的相信者变成了冷静的怀疑者。另外，当不同的研究团队试图去重复那些成功的结果时，命中率时高时低，难以复制。有人汇总出明显的效果，另一些人重新分析后却发现效果消失了。双方为了该不该剔除某些异常的研究吵了几十年。所以，关于心电感应，最诚实的结论或许是这样：存在一个微小的无法用已知物理或生物机制解释的统计偏差，但它太弱，太不稳定，没有任何一个团队能够按照命令可靠地把它重复出来。它既不肯被证实，也始终不肯彻底死去，就这样悬在科学的灰色地带里。好，我们绕了一大圈，从会飞的圣人讲到能读脑的机器，讲到席卷全球的读心播客，讲到争论不休的实验室。现在是时候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了，那个被顶级专家警告的黑暗力量到底是什么？我想，答案可能和你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教堂上空的漂浮，不是隔空遗物的异能，也不是哪个间谍的天眼，更不是什么读心的孩子。真正让今天最清醒的学者夜不能寐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件正在你我身边安静发生的事。请你听好下面这组真实的时间线。2021年，智利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神经权利写进宪法的国家，明确保护公民的心灵隐私和大脑完整性。2023年，智利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被称为里程碑的判决，裁定一家美国神经科技公司必须删除它通过一款脑电头环从一位前参议员那里收集到的脑部数据。这是第一次有最高法院真的为心灵隐私动用了司法的牙齿。2024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把神经数据纳入隐私法保护的州，州长签署法案，承认大脑活动数据和指纹基因一样，属于最敏感的个人资讯。紧接着2025年，加州、蒙大拿州等地也陆续跟上，要求保护那些在医疗场景之外被各种消费级设备收集走的脑部数据。同年，美国医学会呼吁加强对神经数据的监管，几位参议员也联名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去调查那些可能正在剥削消费者脑部数据的公司。这场关于大脑的立法浪潮正在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在智利之后，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纷纷把神经权利的讨论搬上台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公开警告，神经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结合可能对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着手推动全球层面的伦理框架。在欧洲，西班牙早就把数位环境下的权利写进了宪章，其中就包含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回头看那桩智利的判决，它之所以被反复称为里程碑，是因为法院第一次明确认定，从你大脑里采集到的讯号不是普通的数据，而是触及人格核心的特殊资讯，必须受到最严格的对待。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愿意为了一个人脑中的电讯号去命令一家科技公司把数据删除的时候，这背后传递的讯号再清楚不过。人类已经第一次集体意识到，最后的隐私堡垒就是我们的这颗大脑，而这座堡垒的城墙正在变薄。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要这么急着立法去保护你的大脑？因为一份来自神经权利倡议组织的调查揭开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在30家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神经科技产品的公司里，有29家都能取得你的大脑数据，而且对这种取得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限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把你的脑部数据分享给第三方，只有不到1/5的公司提到加密，承诺在数据外泄时通知你的更是寥寥无几。把这个事实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能读心的解码器放在一起，你应该已经看清那个黑暗力量的真面目了。它不是超自然的，它是技术的，
它不是来自地狱，而是来自我们亲手建立的把人工智慧和神经科技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市场与权利。今天那些戴在头上，声称能帮你冥想，帮你提升专注，帮你监测睡眠的设备，记录的正是你大脑的电活动。专家警告，虽然现在的设备读到的还只是比较基础的讯息，但配合上越来越强的人工智慧，它从这些脑电图案里能挖出来的东西正在指数级地增加。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买了一副新潮的耳机，它号称能侦测你的专注度，在你走神时提醒你，你带上它工作，带上它睡觉，带上它玩游戏。它确实很好用，可与此同时，它也在日夜不停地记录着你大脑的电活动，而这些数据，根据那份冰冷的调查，很可能正被悄悄地传给你从未听说过的第三方。今天，它也许只能读出你是清醒还是疲倦，可是当演算法越来越聪明，当这些零碎的脑电讯号被海量地累积，再交给人工智慧去寻找规律时，它能推断出来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的情绪起伏，你对某个广告的真实反应，甚至你内心深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偏好和倾向。你以为你只是买了一副耳机，可你交出去的是一扇通往你内心的窗户。这不是遥远的科幻，这是已经摆在货架上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一台机器真的能把你没说出口的念头变成文字，当你的脑电波可以像你的浏览记录一样被收集、被分析、被打包出售的时候，那个延续了几百年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也更可怕的版本。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入侵到底可不可能，答案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能了。真正的问题变成了谁将被允许伸手进你的大脑，而你又还剩下多少说不的权利。推动这些法律的学者尤斯特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人的心灵不应该成为一个任人买卖的市场，神经数据应该得到和基因生物特征一样最高级别的法律保护。一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大脑活动贡献给人工智慧去训练，那必须是主动选择加入，而不是一个被默认勾选、被偷偷拿走的设定。在他看来，如果思想真的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出售，那么那些为指纹和信用卡号设计的传统隐私法可能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关于认知自由的权利。所以你看，从1603年那个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的笨蛋修士，到列宁格勒那个用念头停住心脏，自己心率却飙到200的主妇，到马里兰基地里那个闭着眼睛看火星的退役军人，再到今天躺在扫描仪里被机器读出心中默念的普通人，人类其实一直在追问同一件事：我们的意识究竟有没有边界？而历史给出的答案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发生最彻底的翻转。过去，我们渴望突破那层颅骨，向外伸出心灵的触角，去看、去听、去飞。如今，我们却不得不反过来，拼命守住那层颅骨，因为这一次是别人想要伸手进来。那些古老的悬浮、聚力和透视，最后或许都会被证明只是传说，或是高明的骗术，又或者是某种我们至今无法理解的微弱偏差。但他们背后那个关于心灵与肉体界限的问题，却意外地在这个人工智慧的时代变成了最紧迫的现实。那个被顶级专家反复警告的黑暗力量，从来就不在遥远的彼岸，不在地狱，也不在外太空，它就坐在你我每天戴上的耳机里，藏在那些承诺要读懂你情绪的设备中，潜伏在每一份你随手点下同意的条款背后。它没有獠牙，没有利爪，它只是一行行安静运行的程式码和一份份你从来没读完的隐私协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这集真正想让你带走的东西。当有一天，连你脑海里那个最隐秘、从未对任何人说起的念头，那个你自己都觉得羞于承认的想法，都可能被一台机器读取，被某个你看不见的力量记录下来，甚至拿去交易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属于你自己的最后那一点点思想的自由？或者换个更尖锐的问法，当思想本身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所谓的你，所谓的自我，又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我们留到下一集继续往下挖。
挖一挖那些走在最前线的人究竟想用这把钥匙打开一扇怎样的门。2025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一个消息，3位物理学家克拉克、德沃雷特还有马蒂尼斯拿下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奖的理由听起来很拗口，发现了电路中宏观尺度的量子穿隧与能量量子化。可是把它翻成白话，其实只有一句：他们亲手证明了一个大到你可以握在手心里的东西，竟然真的能像幽灵一样直接穿过挡在他面前的那道墙。你没有听错，在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世界里，墙就是墙，门就是门。一个东西想到另一边去，要么绕过去，要么撞破它，绝对不可能凭空从墙里穿过去。可是在量子的世界里，这条铁律失效了，粒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直接出现在墙的另一侧。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穿隧。过去人们以为这种穿墙术只会发生在小到看不见的微观粒子身上，一旦东西大了，由无数粒子组成了，这种诡异就会消失。可是这3位科学家偏偏不信邪，他们用超导电路做了一连串实验，硬是把这道幽灵穿墙的本事放大到了肉眼可见、双手可握的尺度。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说，能庆祝这个已经100岁的量子力学到今天还在不断带给人类新的惊喜，真的是太美妙了。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地球的另外一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乡下，一个叫 Chris 的中年男人正在向全世界诉说一件更加离奇的事。他说，有一位浑身散发着白光的女士从另外一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的面前。他还说，这位发光的女士留给了他一个预言，当天上那颗代表帝王的星辰在狮身人面像的凝视中缓缓升起的时候，整个人类的认知将会被彻底的改写。而早在600多年前，在中国陕西太白山的一面岩壁里，据说也藏着一块石碑，一块出自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之手的石碑。传说这块碑文在一次地震中被震了出来，上面用古老的字句写下了一件和 Chris 所说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说，在人类最后的那场大劫难里，会有千千万万的神佛脱下他们在天上的华服，下凡到人间，转生成你我身边一个最普通的凡人。一个是站在人类科学最前沿，刚刚摘下桂冠的诺贝尔物理奖，一个是活生生站在镜头前赌上自己名誉的亲历者，一个是尘封了600多年被泥土和岩石封印的古老预言。这3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线索，最后却像3支不同方向射来的箭，齐齐地定在了同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靶心上。神佛是不是真的都已经悄悄下凡来到人间，应这一场大劫了？今天我们就坐下来泡壶好茶，把这3件事从头到尾一次说透。我们先从那道墙说起。要理解这次诺贝尔奖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坐不住，我们得先回到100年前，物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个实验——双缝实验。这个实验我们频道以前零零星星聊过几次，今天我们把它彻底讲明白，因为它就是这一整集的钥匙。想象一下，科学家拿来一块板子，在板子中间开了2道平行的细缝，然后在板子后面立起一面白色的屏幕，接着他们用一台仪器朝着这2道缝一颗一颗地发射光子，也就是组成光的最小颗粒。照常理推断，光子要么穿过左边那道缝，要么穿过右边那道缝，最后在屏幕上应该留下2条亮带才对。就像你拿散弹枪打靶，子弹穿过2个洞，墙上就留下2堆弹孔。可是实验的结果把所有人都吓傻了，屏幕上出现的不是2条亮带，而是一道又一道明暗相间的条纹。物理学家管它叫干涉条纹。什么叫干涉条纹？你可以想象一个平静的湖面，你同时丢下2颗石头，2圈水波会荡开，会交叠，波峰碰上波峰，水花就更高，波峰碰上波谷就互相抵消，变得平静。光出现这种条纹，说明光这时候不是一颗一颗的子弹，而是像水波一样同时穿过了2道缝，然后自己跟自己交叠干涉。问题来了，科学家明明是一颗一颗地发射光子的呀，一颗孤零零的光子
他是怎么做到同时穿过2道缝，再回过头来跟自己干涉的？难道一颗光子会分身术，会同时走2条路？更恐怖的还在后面。科学家不信邪，他们想看个究竟，于是在2道缝的旁边架上了摄影机，打算亲眼盯着看这颗光子到底是从哪道缝钻过去的。结果奇迹发生了，屏幕上那些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瞬间消失了，乖乖地变回了2条老老实实的亮带。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在旁边看，光子就立刻变回了规规矩矩的粒子，一颗一颗地只走1条路。可是只要人一转身，摄影机一关掉，没人看了，它马上又调皮起来，变回了能同时穿过2道缝的波。你品，你细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光子好像知道有没有人在看它。没人看的时候，它以一种模糊的同时存在于所有可能性里的状态飘着，物理学家把这叫做叠加态。可是一旦被观测，这种模糊的可能性就会在一瞬间崩塌，凝固成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过程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波函数塌缩。换句话说，是观测这个动作本身把那个飘忽不定的可能性逼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在你看月亮之前，月亮搞不好根本不在那里，它只是一团还没被决定的可能性，是你看它的那一眼才让它真正的坐在了天上。关于这种诡异，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脑筋急转弯，叫做薛丁格的猫。物理学家薛丁格设想了一个很残忍的实验，把一只猫关进一个密封的盒子，盒子里放着一瓶会随机触发的毒药，而这个触发开关由一个量子事件来控制。按照量子力学的逻辑，在你打开盒子去看它之前，那个量子事件处在已触发和没触发的叠加态里，于是那只可怜的猫竟然也跟着处在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它既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只有当你掀开盒盖看它一眼的那一瞬间，这只猫的命运才会被定下来，要么活，要么死。一只猫的生死居然要等到有人去看它才能决定，这听起来简直荒谬透顶。可这就是把量子力学的逻辑推到极致之后，那个让所有人都浑身不自在的结论。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悬，有点像在听宗教故事，而不是在听科学？别急，这可不是我在故弄玄虚，这是一群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脑袋被这个实验逼到墙角后不得不承认的结论。量子力学的开山祖师普朗克到了晚年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他对原子研究了一辈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种东西，所谓的物质不过是一股让原子不停振动并且维系成一体的力量，而在这股力量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有意识有心智的东西，它才是一切物质真正的根基。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丁顿也说，我们过去总以为物质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现在不行了。现在看来，物质与其说是个东西，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念头。还有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与天文教授更是直白地告诉所有人，别再挣扎了，接受这个无法反驳的结论吧。这个宇宙不是物质的，它是心智的，是精神的。量子世界里还有一件更匪夷所思的事，叫做量子纠缠。简单说，两个曾经有过关联的粒子，哪怕后来被分隔到宇宙的两端，相距几亿光年，当你测量其中一个的状态，另外那一个会在同一个瞬间做出完全对应的反应，中间不需要任何时间，也不需要任何我们已知的讯号去传递，这快得连光都追不上，彻底违背了我们所有的常识。连爱因斯坦本人都被这个现象搞得很不痛快，他怎么都没办法接受，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带着情绪的名字，叫做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可是后来一次又一次严格的实验，全都证明了这个鬼魅般的现象是千真万确存在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我们这个看似各自独立、被距离分隔开的世界底下，万事万物之间可能藏着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极其深刻的连结。这幅图景是不是又和那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古老东方智慧悄悄地对上了暗号？你看，这些站在科学金字塔顶端的人绕了一大圈，用最精密的仪器、最严谨的公式，最后居然得出了一个和几千年来那些修行人
那些开悟者口中念叨的话一模一样的东西，物质是虚幻的，意识才是真实的，是心创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顺着这个思路再往前走一步，这些年还冒出了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大胆假说，认为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搞不好根本就是一场极其逼真的模拟，是一个被某种更高级的智慧运行起来的巨大城市，就像我们玩的电子游戏一样。提出这个想法的可不是什么民间奇人，而是不少严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物质为什么非要等到被观测才肯现身，就突然变得好懂了。因为在游戏里，没有玩家在看的地方，画面本来就不需要被渲染出来，这样才最省运算资源。而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那么问题就来了，是谁写下了这套规则？是谁按下了开始键？又是谁在我们这一关悄悄地动了手脚？这个藏在幕后的设计者，会不会就是古人口中的那个造物，那个天，那位永恒的观察者？说到永恒的观察者，这里还有一个让物理学家很头疼的问题。如果真的像量子力学暗示的那样，宇宙需要被观测才能存在，那麻烦就大了。我们的宇宙诞生于大约138亿年前，地球诞生于45亿年前，而能够进行观测的人类意识是在更晚近才出现的。那么在宇宙诞生之后，那漫长的没有任何人类观察者的几十亿年里，宇宙是靠什么维持着它的存在的呢？如果真的没有观察者，按照那个逻辑，宇宙根本就不该存在才对。这就逼着一些人去设想，会不会在我们人类之外，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另一个更高维度的观察者，一个在天地开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观察。永恒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到底是什么？是造物？是神？还是某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高维存在？没人说得清。可是当最硬核的科学被逼到要去认真谈论一个先于宇宙就存在的永恒注视者时，它离神佛这两个字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了。那么这次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又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大步。过去我们还能自我安慰，说量子那些见鬼的特性只发生在小到看不见的地方，跟我们这个由桌子、椅子、砖头、墙壁组成的宏观世界没关系。这两个世界中间有一道厚厚的墙隔着。可现在，这3位科学家亲手证明了，量子的穿墙术在一个你双手能捧起来的尺度上照样能上演。那道我们一直以为坚不可摧，把诡异的量子世界和踏实的现实世界隔开的墙，原来根本就没有那么牢固。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那条界限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擦掉。我多说一句，这次得奖的实验到底有多了不起？这3位科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一种叫做超导体的特殊材料搭出了一个微小的电路。所谓超导体，是一种在极低温之下导电完全没有电阻的神奇物质。它们在电路中间用一层薄薄的不导电材料把超导体隔了开来。这个结构，物理学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约瑟夫森结。透过巧妙的设计和反复的测量，他们发现这整个由数不清的电子组成的电路系统，竟然会像单独一个粒子那样，整体地表现出量子穿隧器，而且它吸收和释放能量的方式是一份一份跳跃式的，不是平滑连续的。这就叫做能量量子化。一个大到能握在手心的东西，整体地展现出了量子行为，这在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这项成果正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盼了命要研发的量子电脑最底层的那块基石。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闻到一点味道了。如果连物质都不是坚硬的实体，如果我们眼前这个结实的世界骨子里只是一团听从意识指挥的可能性，如果那道分隔不同状态、不同维度的墙根本就能被穿过，那么我们凭什么那么有把握地说，那个所谓的人世间和那个传说中神佛所在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就一定隔着一道谁也过不来的铜墙铁壁呢？会不会那道墙本来就是可以穿过去的？会不会已经有人从墙的另一边走过来了？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2条线索，那个叫 Chris 的男人和他亲身经历的一切。Chris 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乡下人，住在北卡罗来纳州，靠着经营一家小小的建筑公司过日子，是个虔诚上教堂的人，有老婆，
有孩子，本该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可是2007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的人生被彻底掀翻了。那天他带着儿子和几个朋友到一条叫开普菲尔河的河边去夜钓。就在那个寒冷的夜里，他们看见天上出现了一团团燃烧着的、发着火光的不明物体悬在半空。等他们回过神来，才惊恐地发现，明明只过了几分钟，手表上却硬生生地少掉了好几个钟头。这就是后来在很多亲历者口中都会出现的所谓的失踪的时间。从那一夜开始， Chris 的人生坠入了深渊。他鼓起勇气把这段经历说了出去，换来的却不是理解，而是整个社区的指指点点。连他从小到大去的那间教会都把他当成了疯子，疏远了他。他的生意垮了，更要命的是，他得了一种极其折磨人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疼起来钻心刺骨，每一个关节都像是被火在烧。后来他自己回忆说，那是他生命中5年的至暗时刻。他被病痛折磨，被亲友抛弃，被社会嘲笑，一度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读过圣经的朋友会发现，他这段遭遇活脱脱就是旧约里那个受尽苦难的约伯。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12年的复活节前夜。那一晚， Chris 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他绝望地对着天空，对着那些他认为毁了他人生的东西吼叫，说：你们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我受够了，我不干了。他打算彻底放弃，再也不去追究那团火光到底是什么。可就在那个夜里，奇迹降临了。他被一阵明亮的蓝白色的光唤醒，他感觉自己整个人被那道光从屋顶提了起来，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深深刻在大地里的峡谷。在那里，他看见了3个身影，引着他走向一团极其耀眼的光。然后他见到了她。他后来这样描述那位女士：她的白袍白得让他几乎睁不开眼，她赤着脚轻轻地悬浮在离地面几尺高的地方。她没有开口说话，可是她的意念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 Chris 的脑海里。从那一晚起， Chris 把这位女士称为那位女士。他说他相信，她也许是圣灵，也许是神以女性的形象显现，也许是来自天国的一位使者。后来也有人把她和圣母玛利亚，甚至和古埃及的女神联系在一起。最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在那次经历之后， Chris 那折磨了他好几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然不药而愈了。不仅如此，凡是靠近他、到他家里来拜访的亲朋好友，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经历起那些怪事。他们开始在自家屋子上空看到那些会发光的在夜空中漂浮的光球。 Chris 管它们叫做光球，就好像只要待在 Chris 身边，那种高度的神异性就会像会传染一样沾染到别人身上。这么多年来， Chris 用相机、用手机拍下了大量这些光球突然凭空出现的影像。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在社群上分享这一切。在 Chris 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里，从墙的另一边来的似乎还不止一种存在。有一种是小小的，浑身像月光一样柔和发亮的存在，它们总是和那些治愈和那些温暖的讯息一起出现，给人一种慈悲安详的感觉。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是阴影般的身影，它们往往伴随着恐惧，伴随着家庭的不安和精神上的压迫一起出现。一边是带来光明和疗愈的引路者，一边是制造恐惧的阴影。这种一明一暗的划分，其实在全世界各种类似的记载里都反复地出现过。这不禁让人想到，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不也一直说神佛与魔、正与邪是同时存在于这个世间的吗？这个从另一边悄悄渗透进来的世界，看来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同样有着它的光明和它的黑暗。如果这只是一个乡下人的胡言乱语，那它早就被人遗忘了。可诡异的是，这件事居然惊动了美国最高层的权力机构。一位在中情局干了25年的资深情报官员亲自为 Chris 的书写了序。他告诉 Chris， 也告诉在场的很多人，说美国航太总署、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侦察局，甚至梵蒂冈，还有国防部的每一个部门，全都把手伸进了这件事里。连白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被简报过在 Chris 家附近发生的这些事件。也正因为这样， Chris 曾经被请进五角大厦的内部，
去向那些军方的高层当面解释他所看到的那些景象。一个乡下的建筑包商怎么会有这种待遇？除非他所经历的真的触碰到了某种连最高权力都无法忽视、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些年 Chris 还在沙漠里办起了聚会。在美国一场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不明飞行物和超自然现象大会上，曾经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夜里亲眼观看了那些在夜空中发光漂浮的光球。现场还有人声称看到一个小女孩能读出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听到不明智慧体传来的讯息。上千个人挤在一片草地上，仰着头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些光点在云层后面亮起。这么多人会在同一个晚上集体看花了眼吗？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当初那位中情局的官员告诉 Chris， 他们研究过很多像 Chris 这样的接触者，发现这些人的人生几乎都会在第一次接触的12年之后迎来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而 Chris 是在2007年第一次接触的，往后推12年，正好就是2019年。果然，从那一年开始，他原本垮掉的建筑生意被儿子重新撑了起来，他的整个家庭也渐渐走出了那5年的黑暗。更巧的是，早在2013年 Chris 就根据那位女士给他的讯息预言过，在2026年伊朗会爆发一场战争。这些散落在10几年光阴里的细节，到底是一堆巧合的堆叠，还是一张早就被人画好的网？而这一切的高潮，就是 Chris 从那位女士那里得到的预言。他告诉 Chris， 当那颗红色的星辰在狮身人面像的凝视之中，于黎明之前升起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人类的知识将会发生一场巨大的转变。一开始 Chris 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红色的星，什么狮身人面像的凝视，这都哪跟哪。直到他把这段话告诉了一些懂天文和占星的人，谜底才被一点一点揭开。原来那位女士口中所说的那颗星，就是狮子座里最明亮的那颗主星，它的西方名字叫雷古勒斯，而在我们中国，它有一个更威风、更古老的名字——轩辕14。我们先把这颗星彻底说明白，因为它太关键了。轩辕14是狮子座的心脏，在整个夜空所有恒星里，亮度排在第21位，距离我们地球大约77光年。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就坐落在黄道之上，也就是太阳和月亮在天上行走的那条路径上，所以它常常会被月亮，甚至偶尔被金星、水星给遮住。可是它真正让人着迷的是它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它的西方名字雷古勒斯，在拉丁文里的意思就是小国王、王子，而它在阿拉伯的古名，意思是狮子的心脏。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从古到今，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颗星称为王者之星、帝王之星。更妙的是它的中文名字轩辕。轩辕是谁？轩辕就是皇帝的名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古人对皇帝无比崇敬，于是就把天上这一组形状像一条黄龙蜿蜒在天际的星宿命名为轩辕。而轩辕14就是这条黄龙身上最亮的那颗星。古代的占星家认为，这颗星的星性是仁慈，是悲悯天下苍生。你看，无论东方西方，这颗星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意象：王者、君主、帝王，还有那份对众生的慈悲。那么一个发光的女士留下一个和王者之星有关的预言，说它升起的时候人类认知将会巨变。这个画面是不是一下子就和我们中国人血液里那些古老的记忆接上了头？改朝换代，真命天子，新王降临，当代表帝王的那颗星升起，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认知，是不是就要来了？而那座狮身人面像本身也藏着一个流传了快100年的惊人预言。20世纪有一位被称为沉睡先知的美国预言家凯西，他总是在一种类似催眠的睡眠状态下说出大量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讯息，据说准确率高得惊人。凯西曾经预言，在狮身人面像的底下埋藏着一座记录之厅，里面封存着一个失落的远古文明，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真正起源的秘密。而他说，这座记录之厅重见天日的时刻将会和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觉醒同时到来。你看，又是狮身人面像，
又是隐藏的知识，又是意识的觉醒。Chris 从那位女士那里听来的预言，和凯西在沉睡中说出的预言，明明隔着大半个世纪，明明一个在东岸的小镇，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大预言家，可他们竟然指向了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知识的揭晓，认知的巨变，这难道也只是巧合？ Chris 一开始给出的日期是2026年的复活节，也就是4月5日。他说那些懂天文的人把那位女士描述的天象输进了精密的仪器去推算，算出这个分毫不差的星辰排列恰好会发生在2026年的复活节。当主持人追问他那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Chris 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一句让全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话。他说，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基督的归来，或者是那位女士带着整个天国的队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敢在公开场合把这句话说出口。那么202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对你诚实，因为我们频道一向只说真话。那一天平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经过证实的报道说有成千上万的光球从波斯湾，从地中海，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面上升起，天空一如往常。如果你问我，那个最戏剧化的版本并没有上演。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预言这件事上总是充满了让人琢磨不透的细节。那位女士当初强调的是这颗星要在狮身人面向凝视的方向，也就是正东方，于黎明前升起。而有一些研究者重新去核对天象后发现，符合这个精确描述的真正时刻并不是2026年的4月，而是2026年的10月7日。没错，又是10月7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这一集开头说的那场让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物理奖揭晓的日子，正是2025年的10月7日。而每一年的诺贝尔奖差不多都在10月的这几天公布，一个是预言中人类认知将要巨变的时刻，一个是人类用科学重新认识世界的最高荣誉揭晓的时刻，竟然奇异地落在了同一个窗口。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读不懂的呼应？这个答案恐怕要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我们才能知晓。那么所谓人类认知的巨变到底可能是什么呢？有人猜，那也许是各国政府再也藏不住，被迫公开承认不明飞行物，承认非人智慧确实存在的那一天。有人猜，那也许是科学终于拿出铁证，证明意识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证明我们真的有灵魂，有来生。也有人猜，那是某种我们现在连想都想象不到的关于宇宙终极真相的揭晓。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猜测，它们指向的方向其实都是同一个，那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深信不疑的那个冷冰冰的纯物质的世界观被彻底的推翻了。而这恰恰就是这次的诺贝尔物理奖，那个发光的女士和那块古老的石碑，三者在用各自的语言共同诉说着的同一件事。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条线，一条是科学的，它告诉我们物质是虚幻的，那道分隔不同世界的墙是可以被穿过的。另一条是现代的亲历，一个大活人赌上一切告诉我们，有光的存在从墙的另一边走了过来，并且带来了一个关于认知巨变的预言。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回东方，转回那块在地震中被震出来的刘伯温的古碑，看看600多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说着同一件事的。刘伯温本名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辅佐朱元璋打下了天下。民间一直流传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在老百姓心里，他不只是个谋士，更是一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掐会算，料事如神的得道高人。他留下的预言非常多，最有名的就是那首烧饼歌。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2块更惊人的碑文。第一块叫做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也有人叫它救劫碑文。它的来历本身就透着一股神秘。传说在近代的一次地震中，陕西太白山的一面石壁轰然倒塌，人们从碎裂的岩石中间发现了这块深藏其中的石碑。一块预言的石碑偏偏用大地震裂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本身就让人觉得绝非偶然。那这块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它描绘的
是一场极其可怕的大劫难。碑文里有几句话，这些年被无数人反复引用，因为他们实在太准了。他说，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意思是说，老天爷看着呢，每个人的善恶作为都逃不过天地的衡量。他又说，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3，意思是这场大劫，无论你是穷人还是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都难逃一劫，尤其是那些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人，更是凶多吉少。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对瘟疫的预言。碑文里写着，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9冬10月间，意思是要问这场大瘟疫什么时候出现，就看农历的冬季10月前后。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那一场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大瘟疫。第一例确诊的患者发病，加上潜伏期往前一推，刚好就落在那年的农历10月。一块600多年前的石碑，竟然把一场现代瘟疫爆发的季节说得分毫不差。也难怪这些年一提起刘伯温的碑记，无数人都觉得后背发凉。碑文里还列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10愁：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一条接着一条，全是天下大乱，饿殍遍野，瘟疫横行的景象。他还反复地提到一个时间点，难过猪鼠年，要人们提防的就是那个猪年和鼠年交替的关口。而碑文也说得明明白白，就算你是铜打的铁罗汉，也难过这一关。任你是金刚不坏之身，除非心存善念，才能保全自己。你听，他翻来覆去强调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字：善。在这场大劫面前，金钱、地位、本事全都靠不住，唯一能当你护身符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一份善良。但碑文最核心也最温暖的，其实不是吓唬人，他最后告诉人们，这场大劫是恶人遭殃，而心地善良的人可以活下来，就算过去做过错事，只要在这个关头真心悔改，弃恶从善，一样有机会度过。他还预言，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位圣人出世，广传一种能救度世人的大道大法，并且碑文里还隐晦地点出了这位圣人的姓名和他在海外所做的事情。只要向善的人、修行的人，就能平安地走过这场大劫，迎来一个无比幸福的新世界。你听，这是不是又和 Chris 那个认知巨变、新时代降临的预言遥遥地呼应上了？如果说太白山碑记讲的是劫难和救度，那么刘伯温的第二块碑文金陵塔碑文就直接揭开了这整集标题里那个最核心也最震撼的秘密：神佛下凡。金陵塔碑文里有一段话，后人是这样解读它的核心含义的。他说，在人类历史最后的这个时期，会有千千万万的神佛从天上下到人世间，转生成为一个普通的凡人。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这些人，大多数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凡人，我们的本来面目可能是来自天上的神，是佛。那这些神佛放着天上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争先恐后的下到这充满苦难的人间，把自己变成一个会生老病死的肉身凡胎呢？碑文给出的答案是，他们是为了在这个最后的时期得到一位未来佛下世到人间所传的大道大法。在佛教的说法里，这位未来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亲口预言过的，会在末法时期下世传法度人的弥勒佛。这些神佛下凡是为了能在这场宇宙级的大劫中得到这个法，经历这场劫难的考验，然后才能重新返回他们在天上的位置。如果得不到，如果没能通过考验，那么即便你曾经是天上的神佛，也一样要在这场大劫里灰飞烟灭，再也回不去了。你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这集标题那句话的真正出处，神佛都在下凡应劫。原来在刘伯温的预言里，这个劫不只是我们凡人要过的劫，更是那千千万万下凡转生的神佛自己要过的劫。整个人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考场，一座宏伟的熔炉，每一个灵魂无论它来自多高的天界，都要在这里接受一场最终的称量和筛选。金陵塔碑文的结尾还藏着几句像谜语一样的话。他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又说
3点加1勾8王20口。几百年来，无数人对着这几句谜语反复的猜，反复的拆字，试图从中解读出那位救世圣人的姓名，或者那个将要降临的新时代的线索。刘伯温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至今众说纷纭。可正是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把天机藏进字谜里的方式，让这块碑文几百年来一直散发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神秘魅力。而且刘伯温的预言并不孤单，从唐朝那部惊人的推背图，到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谶语，在中华民族这条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一类指向同一个末世关口的预言，一个接着一个，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它们就像一支接力棒，跨越千年，一代一代的向我们这些后人传递着同一个讯息。现在，请你把这3条线索重新在脑海里摆到一起，看看它们拼出了一幅怎样的图景。科学告诉我们，物质是虚幻的，意识才是根本。世界是被观测、被意识照亮才存在的，而且那道分隔不同世界的墙根本挡不住穿越。一个现代的亲历者告诉我们，有发光的神性存在，真的从墙的另一边走了过来，并且预言一个认知巨变的时代即将到来。而600多年前的古老预言告诉我们，在最后的大劫里，千千万万的神佛会脱下天衣，下凡转生为人，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筛选灵魂的考场。你发现了吗？这3件事分别来自最硬核的科学、最当下的见证和最古老的智慧。3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角落，可是他们描述的会不会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因为说话的人不同，用的语言不同，所以听起来千差万别。物理学家说那是波函数塌缩，是意识决定实在。Chris 说那是那位女士带着天国的队伍降临。刘伯温说那是神佛下凡应劫。会不会这层被现代唯物主义加在我们眼睛上的纱，正在从3个不同的方向被同时揭开？会不会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就活在所有这些预言反复指向的那个门槛上，那个新旧交替的关口？你只要稍微抬起头，看看我们眼前身处的这个时代，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把这些古老的预言当真。这些年，一场接着一场的瘟疫，一场又一场的战火，反常的气候，动荡的经济，还有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快，快到让很多人心里发慌的人工智慧。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切都在被翻天覆地重新塑造的十字路口上。刘伯温的碑文里说，天也翻，地也翻，这短短的6个字用来形容我们今天亲眼看到的这个世界，竟然意外的贴切。当外在的世界乱成了这个样子，人心里那种对意义、对答案、对某种更高指引的渴望，自然也就被一点一点的点燃了。也许这恰恰就是所有这些古老的预言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全都投向我们这个年代的原因，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注定不会平凡的关口，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愿不愿意，都已经身在其中，成了这个大时代里的一个见证者。而且这种发光的神性的存在来到人间的故事，绝对不是只发生在 Chris 一个人身上。把目光放到全世界，你会发现它几乎是人类共同的记忆。100多年前，在葡萄牙的法蒂玛，3个牧童声称反复见到一位浑身发光的圣母，她留下了3个预言，据说准确地说中了后来爆发的世界大战。从古到今，世界各地都流传着类似的圣母显现，几乎都是一位发光的女性，带来警示，带来预言，呼唤着人们回头向善。Chris 口中那位赤着脚悬浮在半空，白光耀眼的女士，和这些跨越了千百年，跨越了东西方的记载，是何其的相似。我们频道常常聊到的那些预言家，从帕克到阿南德，他们各自也都用不同的方式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这么多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声音，最后全都汇流到同一个方向，你还能说这仅仅只是一场巧合吗？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几百年来，科学和信仰一直被人为地放在了对立的两端，好像你信了科学就必须得放弃神佛，你信了神佛就是不科学、不理性。可是今天我们摊开的这3条线索，却在隐隐地告诉我们，
这道墙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亲手筑起来的。当最前沿的物理学开始严肃地讨论意识和实在，讨论一个先于宇宙的永恒观察者，当一个现代人的亲身经历和几百年前的古碑和大半个地球之外的圣母显现，竟然讲出了同一个故事，那么科学和信仰这两条看似背道而驰的路，会不会其实是在同一座山的两侧，最终都通向同一个山顶？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会把这两只一直分开看的眼睛重新合上，用一种更完整的目光去重新打量我们脚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说到这里，我知道一定有朋友坐不住了，会说，你这不就是把一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吓唬人吗？这个质疑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做这个频道这么多年，最看重的就是不能只说一面之词，所以接下来我要非常认真的把怀疑的这一面也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首先是那个最直接的反驳，2026年复活节那天并没有出现预言中的景象，这是事实。而且早就有专门揭穿各种说法的研究者指出，从天文学的角度算，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点，轩辕14其实是在下沉，而不是升起。它的位置也根本不在狮身人面像所面对的正东方。换句话说，这个最初言之凿凿的天象本身可能就站不住脚。后来把日期改到10月，这在怀疑者看来不过是预言落空之后的一种补救，一种事后诸葛亮。其次，关于量子力学那部分，我也得替科学界说句公道话。物理学家说的那个观测者，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词。在严谨的物理学里，所谓的观测，指的并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有意识的人类去看，它更多指的是一次测量，一次物理上的相互作用，比如一个光子打上去。所以，把量子力学直接等同于是人的意识，是心念创造了整个宇宙。这在很多物理学家看来是一种美丽的但过度的引申，把普朗克那些充满哲思的话当成科学定论来用也是不够严谨的。量子世界的诡异是千真万确的，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物理学家自己到今天都还在吵，远远没有一个定论。最后是关于预言这件事本身，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寻找规律和意义的机器，这是我们的本能。当我们手里先有了一个结论，比如末日将至，神佛下凡，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从浩如烟海的古今讯息里专门挑出那些能印证这个结论的片段，然后把它们拼接起来。至于那些不符合的，我们会自动忽略。古老的预言之所以听起来那么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它写得足够模糊，足够有弹性，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你想让它对应什么，它就能对应什么。这在心理学上是有名有姓的现象。还有一点我们也得想到，预言这个东西从来就不缺市场。一个耸动的末日预言，一个神佛下凡的故事，天生就比平淡的日常更能抓住人的眼球，更容易被疯传，背后也往往牵扯着名气、流量，甚至是卖书卖门票的利益。所以每当我们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预言，先别急着全盘接受，也别急着全盘否定，不妨先在心里打个问号，问一句，说这话的人，他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这并不是说 Chris 就是个骗子，事实上，很多接触过他本人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谦卑而真诚的人。他自己也一再强调，他不愿意被人叫做先知，他只是在转述他亲身经历的事。可是你要知道，真诚并不等于正确。一个人可以100%地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他对这些经历的理解，他的解读仍然有可能是错的。在面对这些扑朔迷离的事情时，保持一颗既开放又清醒的心，恐怕才是最难也最珍贵的。我把这些怀疑的声音毫无保留地摆在你面前，不是要否定前面说的一切，而是因为我相信，真正的相信不该建立在被吓唬、被煽动之上，而该建立在你看清了正反两面之后，自己内心做出的那个选择。那么，把所有这些都摊开来之后，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想，无论2026年的10月，那些光球到底会不会从海面升起，无论神佛是不是真的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人群里，这3条线索汇聚到一起，
其实是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抛出同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问题：这个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真的就是一切的全部吗？你看，最顶尖的科学绕了100年的远路，最后竟然谦卑地承认，物质的背后似乎藏着一个意识，一个心智。一个饱受苦难的普通人，在他生命最绝望的谷底，遇见了一束光，从此重获新生。而我们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就用最朴素的字句告诉我们，做个好人，存颗善心，就能在最大的风浪里把自己安然地度过去。也许所谓认知的巨变，从来就不是某一天天空中突然劈下一道闪电，所有人一觉醒来世界就变了模样。也许它是一场缓慢的温柔的天亮，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科学的尽头，在亲历的震撼里，在古老的智慧中，慢慢的重新想起了一件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后来却忘记了的事：意识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底色，而善良才是我们唯一带得走的行囊。想到这里，我心里那种对末日大劫的恐惧反而淡了许多。因为如果所有的预言，所有的科学绕了一大圈，最后竟然都把答案指向了善良这2个字，那这场劫就不再是一个冷酷的随机降临的灾难，而更像是一场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在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推着走的这一生里，别忘了自己最初究竟是谁，别在半路上弄丢了那颗最干净的心。如果刘伯温的碑文说的是真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一尊下凡来应劫的神佛，那么这场劫考验的到底是什么？它考验的恐怕不是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你还能不能守住心底那一点点的善良，那一份对众生的悲悯。就像轩辕14这颗王者之星，它的星性自古以来说的也正是这2个字：仁慈。2026年的10月，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不妨就静静地看着那颗王者之星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一天一天地向着狮身人面相凝视的方向缓缓升起，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真的是一尊下凡的神佛，此刻的我过得及格吗？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天上会不会掉下光球要重要得多。